世人都谓我是个杀人如麻的大魔头，殊不知，我从小是个连剑都拿不动的孩子。爹，这剑太重了，我不练了。不是，灵儿，习武之人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。父亲教给了我武功，却没告诉我江湖人心险恶。你爹他要出趟远门，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回来。听说他死在了朋友的剑下，母亲带我隐姓埋名，远离纷争。娘，为什么不让我练剑？我们远离江湖，江湖却不肯放过。为了抢走家族的逍遥诀，他们杀死了母亲。那是我第一次闻到血的味道，我家人最后的味道。而如今我只有持剑，才会感觉到快乐，因为这是我唯一的家人。是大魔头古元，快跑啊！往哪儿跑？没往哪儿跑。哎，原来本郡主是着了那大魔头的道，先是故意放我离开，然后又拿我去做钓饵钓南吹梦。哼，看起来年纪轻轻，却这么会算计人，以后一定会秃头。我的头发，劳烦你费心了。哎呀，不劳烦。那个，公主大人，您是来感谢我帮您抓住南吹梦的吧？哎呀，这种事情怎么能让您亲自来呢？啊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。同样的招式，还想使第二遍？招式没用，但是人还是有用的。哎，你看，要是没有本郡主做饵，那你们又怎么会抓到南吹梦呢？嗯？可你用处已尽，无用之人，杀之。又来！我都说了，这样真的很脏啊。你到底是何人？为何知道南吹梦在宁香坊？你若不是楚梦蝶，为何身上有他的三色手镯？如若告诉这个大魔头，我是从画本中看来的，定会认为我愚弄他，到时候还不知道怎么死。我是小贱人。看什么看？快说！我真的不认识什么楚梦蝶，我都说了800遍了，我是醉梦城的小郡主黎颂儿，这手镯是我爹留给我的。至于南吹梦嘛，你们有些男人，不就是爱去一些风月场所吗？公主，我说的句句属实，绝无半句虚言。小骗子。
蠢骗子！闭嘴！哎，妹妹，所以你们两个认识？不认识。那你为什么叫我妹妹啊？这天底下好看的女子，皆是我妹妹。本郡主自知我的容貌是倾国倾城，确实，我走在大街上也常被很多……不对啊！南吹梦，你快点告诉大魔头，我们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，这位妹妹，你怎么知道我叫南吹梦啊？哎，不过5日后啊，我就要娶静云山庄掌门之女楚梦蝶为妻了。大魔头，你听见没有？他要娶的是楚梦蝶，我根本不是什么楚梦蝶。你这话一说，我好像还真没见过楚家之女啊。难不成你就是啊？是吧？啊？埋吧埋吧，让我死吧！继续审问南吹梦，将他带走，放入地牢，严加看守。来人呐！救命啊！我想回家，我想回家。哎呦，突然特别想醉梦城呀，也不知道我最爱看的那本画本王妃又跑了下册，更新到哪儿了呀？雨霞，哇，你也在看这本画本吗？哎呀，没关系的，我也很爱看爱情画本，我觉得这个时候最放松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还认识这个画本的作者呢。等我回去啊，我就把他请到我的府上，给我讲讲下册剧情是什么。哎，到时候你也可以来啊！真的吗？好啊，好啊。真的？哎，我才不去呢！你给我老实点。王妃后面又跑了，我觉得呀，跟那个后面来的丫鬟有关。哪个丫鬟？是王爷后来在路上捡的那个吗？哎呦，对对对，就是她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后来王妃又跑了吗？当然是因为王爷的手下太笨了，总是看不住他。公主，南吹梦的怂包全都招了。他被送去西域之时，方知垂髫之年。20年间，南问天未曾见过他的模样，南家人没见过，楚家人就更别说了。我查过他底细，他左手有疤，喜欢饮茶。如今风雨谷的代掌门白无邪生性多疑，而南吹梦迟迟未归，他必心里起疑。我准备好南吹梦的长春衣物，届时公主您休息好武功，我们即刻启程。你立刻传信给风雨谷，就说日月宫大战，南吹梦大获全胜，迟个几日，便会抵达风雨谷。那黎颂儿呢？如今楚梦蝶行踪不定，那个黎颂儿，先留着她，自有用处。公主，你无事，
公主，您体内的寒毒又到发作期了。要不是上次李松儿打动我为您刮骨疗伤，您肯定无妨。这毒已经伴随我这么多年了，我早已习惯。明日一早，我们即刻出发风雨谷。是。海燕姐，让开！您这是去哪儿啊？公主派我出来办事，你还不快让开！挡了我的道，耽误了我办事的时辰，你担当得起吗你？不是，海燕姐，什么？公主的事你也敢过问？可是，可是什么？闭嘴！可是，这里是禁地，里面全是瘴气啊！哎呦！这里怎么这么大烟雾？瘴气凶险！啊！救命！公主，噬骨幻神掌的毒素蔓延得更快了，日后可能每3月便会发作一次。属下先用针封住您的合谷穴、足三里，还有内关穴，可以缓解您的刮骨之痛。公主恕罪，李松儿她跑了。松儿，娘亲，娘亲，你都不知道松儿在这里吃了多少苦。看来这笨蛋是吸了瘴气之祸，再不带走他，空有性命之忧。所以啊，娘知道你饿了，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狗不理包子。你看。狗不理包子！我穿过3000世界云与月，只为追寻你在许。怎么是草莓味儿的？还会变色呢？喂，方才是本郡主中了瘴气，不然我绝不可能做出那种事儿。而且，明明就是你占我便宜。不过本郡主大人有大量，我可以不和你计较，但前提是你得让我离开。本郡主同你说话呢。我们从前确实有诸多恩怨，不过这一次，我们可以一笔勾销啊。
这大魔头看来是睡着了，不如我趁机赶紧溜。本郡主的确魅力无边，但不至于咬了他一下就爱上我了吧？别走。好烫，病了。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啊？没想到你大魔头也有今日。本郡主就是要把你一人留在这儿啊！被你的仇家找上门来，杀掉，怎么办呢？此处瘴气丛生，你要是不知道路，肯定就无法离开。只要你帮我找草药，我便放你走。水，还水呢？本郡主快渴死了，我才不救！我真是疯了我，居然还帮那个大魔头采草药！我还是跑吧。算了，本郡主人美心善，救人一命，就当美容养颜了。就说本郡主天资过人，就连采草药都这么……血，这是血。我一定是死了，我已经死了。你身上这么多疤，结了多少仇家呀？把刀扎进去，放血即可。怎么，害怕呀？娘怎么这么笨呢？还没找到我。娘，你别抛下我，我很听话的，我都不练剑了。你们还我娘来！从今日起，世上再无日月宫。娘，娘，
你不是发烧把脑袋烧坏了吧？你仔细看看，我是你娘吗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该不会是被本郡主的人美心煞感动哭了吧？哎呦，这可不兴看呐！大魔头的眼泪，看了可是会杀桃花的。怎么，如此人美心善的你，在醉梦城还未有郎君与你婚配吗？笑话！本郡主那是多的挑不出来，没法挑。是吗？我以为都是被你的鱼给毒死了。本郡主烤的鱼叫做内含美，你吃一口便知。怎么？你不会觉得我下毒了吧？去，拿了本郡主体谅你是病人，才想烤一条鱼给你补充点营养，自己一口都没吃呢。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夺美人之腹。好啊，你若坦荡，先吃一口又无妨。本郡主就不该对你这么好，自己烤去吧，这一整条都是我的。连个鱼都要跟我作对。本郡主自从来到这儿，没有一天是不倒霉的。吃个鱼都带刺儿，还这么难吃。你可以走了。出了山洞，右转直行，会看到一条小路。此话当真？我说话算数，你帮我找草药，我便放你离开。还算有点良心。如是走投无路，可去风雨谷找我。届时，别再唤我大魔头。那叫你什么？算了，不重要。那我真走了啊。江湖路远，后会无期。绸缎胭脂，半件没有。你是怎么走路的？这是什么蛮荒之地呀？虽然脱离了大魔头的掌控，但怎么样才能找到回家的路嘛？又累又饿。这大魔头对手下还挺大方。这位姑娘，别碰我！哎，不是，我看这位女侠一身脏乱，想请您去我们浴堂泡澡而已。本郡主哪儿脏了？都怪那该死的大魔头，天天祸害本郡主，都长毛了。快扶本郡主去沐浴！哎，你等等。
这个老头，怎么在浴堂里钓鱼？这里面水都是热水，哪来的鱼啊？心中有鱼，在哪里鱼都会上钩。你心中无鱼，自然看不到鱼。莫找，莫找了，你的鱼不在这里，而会在次日酉时出现。你舟车劳顿多日，一定饿了吧？请问，你想吃什么口味的鱼呀？糖醋的？那一定是糖醋的，公子。我看你眉心发红，这是大灾大喜之兆啊！我不是公子，我是女子。郡主，你面色红润，是大喜之兆啊！既是有喜，必有福到。哦，你就是那天给我画本的老头，才害得我来到这儿。你快告诉我，怎么样才能回到原来的世界？你明明是男儿身，却想当女娇啊！我不是。啊！喜得用灾去冲啊！什么喜啊？怎么回事？我的声音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近日你是否遇到什么凶神恶煞之人了？只要将其除之，便能万物重新归位，公子自然也会迎来大喜，回归圣地啦。这不会是在做梦吧？我的脸，我的声音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呼唤伞，一定是那个时候。古渊，你个大坏蛋！等我黄粱梦醒，找到那个写画本的人，把你写成最坏最烂的结局。我要让你被鸟粪砸死！不，我要让你变成女人，再被鸟粪砸死！那老头刚刚说什么来着？喜要用灾去冲。难不成让我给那个大魔头做糖醋鱼？只要将其除之，便能万物重新归位，公子自然也会迎来大喜，回归圣地啦。那这个人不就是大魔头顾渊吗？顾渊，你最好希望这个怪老头说的话是假的，不然本郡主都不用写画本的帮忙，直接金手里。流落到这种鬼地方，本郡主就只剩下美貌和智慧了。哎呀，就算再艰难，我也要好好保养才行。如是走投无路，可去风雨谷找我。哦，难怪他当初会这么说。
原来是早有预谋。现如今去日月宫也只能扑空，不如我先去风雨谷等他。这位侠士，请问，通往风雨谷的路该怎么走啊？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，向洛阳。南吹梦说会在谷口迎亲楚梦蝶，而后和他一起进谷。风雨谷便不得不遵守当年的承诺，让他在谷中学习逍遥诀上去。等我们接到了楚梦蝶，夺回秘籍，便是指日可待。公主真是运筹帷幄，不费一兵一卒便能夺回秘籍。此计，柳莹莹，公主请吩咐。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如霜。以后请唤我南公子。风吹向何处，也与你共朝暮。那冠冕前世，刀光剑影与尘俗。风吹散迷糊，抬眸间与你对目，不忘我此生孤注。未曾回首须归途，何须迷茫落何处？剑中情丝让我不敢却步。冬去霜花尽入骨，春来相思染尘路。万般痴情所幸，可以一人诉。不如提剑起舞，为你著书，来日可奔赴。不如不言起哭，为爱作赋，往事不负。不如眉眼如烛，红颜凝固，万般皆尘土。